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腾讯首播，刘学义谭松韵组神仙局，双向救赎爱恋，古装赛道新王炸。刘学义与谭松韵在《兰香如故》中演绎从青梅竹马到相爱相杀的虐恋权谋。预告片里谭松韵的含泪冷笑与刘学义3分讥笑的眼神引爆期待。剧组血本搭建场景，演员搏命演出。七夕首播能否重现东宫式爆款？刘学义和谭松韵的新剧《兰香如故》刚放出预告片，评论区已经炸了锅。这部改编自兰香园的古装权谋剧，集合了古装扮永久男主和甜剧天花板女主的配置，还没开播就预定热搜席位。刘学义饰演的林锦旗是个寡言少语的世家公子，谭松韵演的沈佳兰从天真少女变身复仇黑莲花，两人从娃娃亲到反目成仇，再到相爱相杀的剧情，虐的观众提前备好纸巾。原著粉最担心的是剧本魔改，毕竟桐华担任编剧的《步步惊心》和《长相思》都成功出圈，但兰香园原著里那些暗黑权谋能不能拍出来还是未知数。有网友翻出拍摄路透，发现剧组在横店搭建了一的神府场景，连抄家那场戏用的血包都比别的剧组多3倍，看来制作方这次是下了血本。谭松韵为了演好复仇戏份，专门请了武术指导家练剑法，片场花絮里他挥剑的架势完全看不出当年袁金夏的影子。刘学义这次终于不用再演高冷上神，林锦旗这个角色表面温润内里偏执，预告片里他那个3分讥笑7分薄凉的眼神特写，直接让弹幕沸腾。粉丝统计过，这已经是他第8次在古装剧里穿白衣，被戏称横店最省服装费的男演员。不过这次造型师给他加了玄色暗纹披风，总算打破了万年不变的素色穿搭。社交媒体上关于两人 CP 感的讨论两极分化，有人觉得谭松韵的圆脸演苦大仇深的复仇女不合适，但更多观众被预告片里她那个含泪冷笑的镜头戳中。豆瓣小组扒出两人3年前在某综艺里就有过互动，当时刘学义帮谭松韵解围的游戏片段，现在被 CP 粉疯狂转发，配上前世今生的文案，还真像那么回事。剧组最近放出的幕后花絮里，有个细节很有意思。拍雨戏时，谭松韵坚持不用替身，在人工降雨里淋了4个小时，拍完直接高烧到39度。刘学义第2天带着自己煲的姜汤去探病，结果被剧组人员拍到他在房车门口手足无措的样子。这段视频点赞瞬间破100万，评论区都在喊民政局给你们搬来了。平台方腾讯视频很会搞事情，特意把首播日期定在七夕节。最新放出的海报玩起镜面人生概念，左边是青梅竹马的甜蜜，右边变成刀剑相向的对峙。这种操作直接让预约观看人数突破300万，破了今年古装剧的记录。不过也有观众吐槽，现在古装剧不是虐恋就是权谋，能不能来点新鲜的？原著里最虐心的桥段是沈佳兰亲手给林锦旗喂毒酒，预告片里这个场景只闪过0.5秒，但足够让书粉揪心。拍摄时这段戏 NG 了20多次，谭松韵后来在采访里说，每次拍完都要去休息室平复半小时。刘学义倒是很淡定，还开玩笑说毒酒其实是可乐，拍完打嗝差点穿帮。比起男女主，配角阵容更让人惊喜。郭柯宇演的反派女宰相，定妆照里那个上挑的眼线就写着不好惹。叶青饰演的闺阁密友，在片场即兴加了段用绣花针当暗器的戏，导演看完成片直接保留。这些细节让整部剧的质感提升不少，不再是那种全员围着主角转的流水线古装。现在最大的悬念是过审问题。原著里涉及的朝堂斗争和血腥场面，
在最新发布的预告里已经看出删改痕迹。有业内人士透露，光是送审就修改了7稿，最后呈现的效果可能和原著相差较大。不过从过审版本来看，编剧把重心放在了人物成长线上，权谋部分做了简化处理。观众最期待的还是2位主演的演技突破。刘学义要证明自己不只会演高冷神仙，谭松韵则需要摆脱甜妹标签。从目前释放的物料看，2人这次都豁出去了。特别是那场沈佳兰得知灭门真相的哭戏，谭松韵演到缺氧被扶出片场，这种投入程度让人对成片质量多了几分信心。平台最新的宣传策略是每天放出一个角色关键词，林锦琪的是隐忍，沈佳兰的是涅槃，连配角都有专属词条。这种玩法确实吊足胃口，但也有观众觉得过度营销可能反噬。毕竟去年某部 S 加古装剧就是预告片惊艳，正片拉胯，最后评分不及格。拍摄期间有个插曲，横店突然降温那几天，刘学义把自己的暖手炉让给服装组的小姑娘，自己裹着戏服瑟瑟发抖的照片被转到网上。这种不经意的暖心举动，比他演过的所有神仙角色都更圈粉。谭松韵则被拍到休息时给群演讲戏，完全没架子，难怪剧组氛围特别好。音乐总监透露，主题曲会延续同华剧的虐心风格，请来了3寸天堂的原唱严艺丹。录制时谭松韵去探班，听着 demo 当场泪崩，把严艺丹都吓一跳。这种真情实感的反应，让人对剧集的情感冲击力有了更高期待。现在只希望正片能保持预告的水准，别浪费这么好的配置。古装剧市场已经很久没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爆款了，兰香如故能不能打破这个僵局？从制作水准到演员表现都可圈可点，唯一变数可能就是观众的口味。毕竟现在大家更爱看轻松下饭的小甜剧，这种虐心虐肺的权谋爱情，还能不能像东宫那样让人上头？刘学义加谭松韵加同华编剧的王炸组合，带着新剧《兰香如故》杀疯了。刚官宣就冲上热搜前3，评论区清一色这配置不上9分说不过去。毕竟刘学义上部《春花宴》豆瓣8.7分封神，谭松韵时隔3年再演古装，更别说编剧同华手握《步步惊心》《长相思》2大现象级爆款。今天咱们就扒扒这部未播先火的权谋大剧，保准你看完恨不得立刻穿越到开播日。先给不熟悉的朋友科普下这神仙阵容：男主刘学义，古装界破碎感天花板。从琉璃美强惨帝君到《春花宴》里为爱毁容的将军，他演深情男二能让观众集体倒戈要求换男主。这次他演的林锦琪更带感，表面是清冷寡言的世家公子，实际是个背负家族枷锁的闷葫芦。预告片里他深夜独坐祠堂摩挲退婚书的镜头，眼底压抑的痛楚看得人心口发紧。女主谭松韵彻底颠覆甜妹形象，饰演家破人亡的复仇女沈佳兰。从锦衣之下的娇俏小捕快，到隐姓埋名当婢女的落难千金，她雨中跪在林府门前那场戏，泥浆混着血水糊了半张脸，唯独眼神亮得瘆人。网友直呼甄嬛黑化都得喊她师姐。更让人安心的是编剧同华坐镇，这位大神有多牛？步步惊心让吴奇隆翻红长相思带飞整个暑期档，原著小说本豆瓣8.0加。新剧《兰香如故》延续他最擅长的温柔刀风格，开篇就是血色婚礼。沈佳兰大婚当日，爷爷沈大学士被诬陷叛国，圣旨到门时，他凤冠霞帔跪接满门抄斩令。谭松韵私嫁衣的嘶吼戏，导演用了长镜头一镜到底，拍到他缺氧昏厥，而本该护他的未婚夫林锦琪刘学义士却亲手递上退婚书。这场戏暗藏惊天伏笔，林家退婚时为保全沈家血脉，林锦琪深夜偷埋沈家遗骨时，
指甲抠进墓碑列出血痕的细节，简直把 BE 美学玩到极致。剧情高能转折在3年后，沈佳兰化名许兰香潜入林府当婢女。白天她是厨房烧火的哑女，夜里化身黑衣刺客追查真相。最绝的是第5集书房对峙，她盗取机密文书时撞见林锦旗，情急下咬破嘴唇装哑巴。刘学义演出了教科书级演技，从警惕到震惊再到狂喜。当他颤抖着抓住她手腕喊出佳兰时，谭松韵反手一簪子扎进她肩胛骨，鲜血浸透白衣的镜头被网友截成动图疯传。这俩人眼神拉丝里掺着刀片啊！权谋线更是桐华拿手好戏。沈家灭门牵扯5大家族联姻网，林锦旗被迫周旋于权贵之间。有场鸿门宴戏曝光后直接封神，他被迫迎娶兵部尚书之女，交杯酒时突然摔杯未号，屋外埋伏的私兵瞬间血洗礼堂。镜头扫过他见血的侧脸，一滴泪滑进衣领，原来这场屠杀是给沈佳兰的投名状。官方透露该场景动用200名群演，刘学义吊威亚连拍18小时，挥剑动作由绣春刀武术指导特训3个月。对比同类剧的儿戏权谋兰香如故，堪称古代版纸牌屋。不得不提黄金配角团，李梦演的笑面虎继母，给沈佳兰灌毒药时还温柔擦嘴角。宝莲灯嫦娥仙子颜丹晨变身疯批长公主，为灭口亲手勒死亲子。知否林小娘高露这次升级成幕后黑手，佛堂敲木鱼的手藏着血书密令。更惊喜的是古装女配专业户叶青和郭柯宇，预告片里2人在祠堂互扇耳光，指甲刮破脸皮的音效听得人头皮发麻。服化道更是考究到变态。沈佳兰当千金时穿的缠枝连纹嫁衣，复刻自定陵出土的明代皇后礼服，仅刺绣就耗费8个月。当她沦为婢女后，粗布衣领内衬却缝着家族暗纹，镜头特写让无数考据党狂喜。剧组还按营造法式一搭建林府，连庭院青苔都是从苏州移栽的真活体。拍雨戏时导演坚持等真暴雨，谭松韵在泥水里滚了20多条，笑称杀青后泡出风湿。如今该剧虽未定档，但招商会上5分钟片花让3大平台抢破头。业内人士透露，桐华把剧本第32集血洗金銮殿提前了沈佳兰龙椅下埋炸药，与仇人同归于尽时，林锦旗飞扑为他挡箭。刘学义中箭后倒进谭松韵怀里的长镜头，现场收音能听见他肋骨壮裂声。这种疯批剧情，难怪网友在官博催更，赶紧播！我熬夜费已充10年。总之，兰香如故绝对是2024最值得等的古装剧。权谋戏烧脑袋感，感情线虐到肝疼，更有顶配演员互相飙戏。建议现在就去官微点关注，开播时备好纸巾，毕竟桐华加刘学义的组合，妥妥的眼泪收割机。相信我，当谭松韵最终站在权力巅峰回望时，你会懂得剧名深意，兰香永不散，故人终如故。